空中3剑客歼20、歼16、歼10C 混合训练，这在实战中有何价值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央视报道，在西北某空军训练基地，歼20、歼16、歼10C 展开了混合训练。那么3款战机可以说各有特点和优势。那么混合训练现在已经变成了常态，因为这样的情况不是今天才出现。我们拿这3款战机组合成空中的混合编队，已经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战法探索。那么混编作战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？首先我们看看这3款战机有些什么特点。歼20是一款重型的隐身战斗机，它的隐身性能非常突出，作战半径超过目前世界上所有在役的隐身战斗机，这是歼20本身的优势。但是隐身战机呢也有不足的地方，就是它的载弹量有限。尽管歼20的最大载弹量可以达到8吨以上，但是要想实现隐身的话呢，所有的弹药基本上都要放在弹舱里面，这就限制了它的携弹量。而歼16呢是一款3代半的重型高机动战斗机。那么这款战斗机啊，最大的特点是载弹量比较大，翼下的挂架、机腹的挂架数量众多，而且挂载的弹种弹型也比较多。它特别适合挂载那些尺寸重量比较大的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、空对地导弹。就这点而言呢，歼20恐怕也是会存在着不足。比如说它的弹仓尺寸比较小，大型的弹药是很难放在弹仓里的。那么如果用歼16和歼20二者配合，那么就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。歼20呢可以利用它隐身性能好的特点，突前攻击，为后续的歼16、歼10C 这些战机呢打开一条通道。那么而且呢，歼16战斗机不但是载弹量大，航程也能够和歼20相匹配。因此这两者如果进行搭档的话，作为远程拦截和远程攻击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匹配。那么歼20和歼10C 又能有什么样的组合呢？歼10C 的机动性应该说在3代机中还是比较突出的。最关键是这款3代半战斗机，它的隐身性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，已经从一款非隐身的战机变成了一款半隐身的战机。那么特别是它的前向雷达反射截面相对来讲比较小，那么当双方迎头对阵的时候，半隐身的歼10C 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。那么隐身战机和半隐身战机如果能够搭配使用，在某些战场环境下，他们就可以占有相当大的技术和战术优势。在某些情况下，使用半隐身战斗机来实施拦截和攻击，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呢，也可以由隐身战斗机作为引导，二者呢迅速的占领有利的阵位，对敌方空中目标发动精确的拦截和打击。那么歼10C 和歼16这种中型战斗机和重型战斗机之间的搭配，应该说对未来的空战意义呢也比较重大。尽管这2款战机呢都配备了先进的有源相对雷达，但是歼16战斗机的雷达口径比较大，因此探测距离比较远。而歼10C呢，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比较小，尽管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比较近，但是呢不容易被敌方的战斗机发现。那么它们2者协同配合，也有可能获得技术和战术上的优势。这3款我们的主力战机两搭配，可以说各有优点，各有优势。那么3者混合搭配，就可以充分的发挥它们各自不同的优势，从而在未来的信息化战场上实现先题发现、先题攻击，从而夺取战场的制空权。当然，3者混编所形成的新的战术和战法，目前呢通过不断的摸索，尤其是对抗演练，将会不断的涌现出更多的新的方式和方法，从而改变未来空中战场的态势，为保卫我们国家领空的安全、海洋上空的安全做出他们的贡献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